离开洪荒天地越远，自己与指导人的联系也就越微弱。这并非是距离远近决定的，而是源自于指导人所利用的那些大道在混沌海中还是无序状态。李长寿对这些大道也只是通过符箓禁制去利用，尚未有足够的精力去参悟。还好通天教主所说的宝地离着洪荒天地并不算远，在白泽主动提醒他感应吉凶的神通即将失效时，云霄掌心的现仙剑轻轻震颤几下，已经是到了那宝地附近。此时已不知过去了多久，混沌海中岁月都已错乱，但是李长寿一直在暗中计数，他们闯入混沌海应该不会超过半个月。金鹏立刻停下身形，李长寿与云霄相携起身，朝着各处眺望。入目尽皆是混沌气息，这些灰蒙蒙的气息并非均匀分布，本身也是一种无序。每一缕混沌气息看似蕴含着大道之理，却根本无法被生灵直接感悟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洪荒天地附近的域外天魔、混沌生灵大多都聚集在了玄都城附近。这其实是一种很高明的手段，道祖主动竖起一个靶子，吸引那些域外生灵聚在一面，从而缓解其他各处的防御压力。白泽从前方跳了出来，保持着小号瑞兽的姿态，让自己尽量显得不太刺眼。这位上古十大妖帅笑道：师神仙子，接下来该如何找寻？他其实是给李长寿一个台阶，接下来可以提出分头行动，他就跟金鹏老老实实的退场。李长寿明显也有犹豫，最终还是婉拒了白泽的好意，稳一手，此地是混沌海，若是失散，只能去洪荒中再见了，而且说不定就会遇到什么奇奇怪怪的危机。只要脸皮够厚，哪管什么灯泡不灯泡的。李长寿问：通天师叔可有其他的叮嘱？云霄看着掌中的这把绝世仙剑，还请显灵。现仙剑顿时光芒大作，化作3尺长短，漂浮在云霄面前。一缕灵觉在李长寿和云霄的心底同时响起：随我来，就在前面。还是个少女的嗓音。这一把剑自行向前一划，前方的混沌气息朝着左右分散，剑上那玄奥难明的圣人道韵自是出自通天教主。金鹏再次向前，这一次又飞了不知多远距离，或许已过100万里，或许只不过是飞出数百丈。前方的混沌气息突然就消失不见，他们冲入了一片虚空。一条条灰暗的大道在此地竟然是可视的状态，于虚空之中交错纵横，构筑了一片相对较为稳定的道泽气泡。若将洪荒天地间那井然有序的3000大道比作道泽海，这里确实只能称之为道泽气泡，随时可能会被飘来的混沌气息碾碎。此虚空也非洪荒天地外围的虚空，乾坤道泽有着很明显的不同。就在此地正中，似有一团氤氲的气息。金鹏缓缓向前飞，那气息转眼就化作一片云海，云海之内别有湖天。白泽在旁及时地发表点评：混沌海虽大，这般密地却是极少的，难得呀，离这洪荒天地还不算太远，又如此隐秘。李长寿闻言笑了笑，他刚才想到的却是元神道与肉身道的优劣。元神道于洪荒天地内有种种强过肉身道之处，但是到了混沌海中，主修元神的炼气士若无大罗之境，自身之道都无法离体施展神通。强横的肉身却不受影响，拳头砸出去的就是破坏力。也是近些年钻研8九玄功有成，又吸纳了祖屋本源精血的原因，李长寿在混沌海中倒是没有泛起太深的危机感。金鹏，小心一些，全神警戒。是。随之寿下意识地离着云霄近了一些。才不是为了等会儿顺理成章牵个手什么的。金鹏飞入云海，现仙剑再次现出剑光，展开前方的一团团云雾，
寻到了一座葫芦状的山。云非云，山非山，不同规则之下呈现出的相似事物，其本质或许会千差万别。李长寿仔细地感应，这山岳周遭有诸多奇怪的大阵，阵法原理与洪荒完全不同，却能利用少许混沌海中的残缺大道。高人一技。李长寿心底冒出了这4个字，多少有了一些期待感。这里是混沌海，也不会有岁月流逝之感。这一技看似崭新，实则存在不知多少洪荒元会。通天教主果然没有说错。李长寿与云霄对视一眼，各自露出轻笑，有了一种同时经历了某件事的微妙默契感。但是不急，再稳一手。白先生，劳烦你感应一下，此地吉凶如何？此地已是天道之力能投到的边缘地带，我需多感应一番。李长寿自是点头称善，多等了一阵儿。很快，白泽缓缓舒了一口气。前方并无灾祸，一起进去吧。李长寿招呼一声，让金鹏化作人形，将小鹿神枪递了过去，自己反握住乾坤尺。云霄也取出混元金斗与缚龙锁，配合现仙剑，倒也称得上是全副武装。他带李长寿外出寻宝，自是要保护好实力稍逊一些的他。为了照顾李长寿的面子，云霄会主动躲在他的身侧，看准时机再出手。若是李长寿能够应对的，便让李长寿自己去应对。3人一瑞兽缓缓靠近那山岳，毫无阻碍地进入了一处洞府。可惜这洞府之内空空荡荡的，各处布置着些许七彩灵石，只有简单的石床与一副座椅，残留着某种浑厚磅礴的大道残韵。白泽鼻尖耸动，目光流露出几分疑惑，嘀咕着：熟人在混沌海的落脚地，妖族高手吗？不一定。远古时曾有大批高手为了躲避龙凤大劫来混沌海中暂居，这里应当是那时留下的道场。不过这种道场应该只是空壳，没什么宝。白泽突然明白了一点什么，一声轻疑：哎，金鹏，看外面那是什么？金鹏鸟不明所以，扭头看去，白泽忽然一声：看，竟是妖师鲲鹏，快追！言罢，白先生直接化作人形，一把拉住金鹏的胳膊，将金鹏连人带枪拽着冲出此地。与此同时，白泽的一缕传声也落在李长寿的耳中：师兄好好搜寻，我与金鹏在外把守，这里必然有宝，通天老爷可不会骗人。这般生硬的演技。李长寿微微皱眉，略微有些担心地看向云霄，怕云霄介意此事。却见云霄果然是低头面红，目中似乎带着几分愧疚。愧疚？李长寿顿时明了，云霄是觉得他截教外门大弟子的身份拖累了这一段感情。咱们在这儿找找看吧。云霄轻轻颔首，与李长寿一左一右暂且分开，开始仔细地搜寻各处。很快李长寿就有所发现，那座床榻之下当真藏着一件宝贝，似是先天土形之经。李长寿将这一块土形之经取了出来，仔细的观察，发现此物已经化作了一只石像，其上并无半点禁制。好东西，多谢通天师叔指点。此物只能镇一镇宅院，又能作何用？我在圣母娘娘处得了一些五行灵物，又在多宝师兄处得了一套五行宝珠，将小冲锋已经打造成了防御灵宝一般。此物稍加炼化，就可以当作小冲锋的灵，让小冲锋有所蜕变。对我而言，确实是堪比先天灵宝一般的宝物。云霄看他说的认真，禁不住抿嘴轻笑。莫要强为师尊解释了，师尊的用意我自是明白的。只是我本不该邀你一同来此，但被大师兄说中了心事。大劫之下，我怕自己也会……他抬起头来，注视着李长寿，目光坦坦荡荡，又是那般的柔情似水。我不想留遗憾，
终究是想寻一旁人无法探查之地，对你言说心意。此时若是一个没有经验且铁质男儿，怕是会感动之余将那一道旨意拿出来解释说，你今后也没事儿，我定会好好的保护好你。李长寿作为过来人，此刻自不会犯这种错误。此时不能提其他事，就说彼此只言当下。他不再压抑自己的道心，收起那一块土星之精，朝着云霄迈出一步。这些本该我来言说的，毕竟我是男人。男子如何，女子又如何？是人族的规矩吗？须得男子说这些话语，才不会被人当作品行有失。哪里有这般规矩，只是我自身有一些大男子主义，用洪荒用词习惯，怎么表达呀？在线机挺等的。洞府之外，那些奇特的大阵外围，白泽抚着自己的山羊胡一阵轻笑。金鹏低声道：白先生，这是怎么了？那妖师鲲鹏在何处？你跟鲲鹏不是还算亲切？他是无足叛逆。金鹏目中迸发出少许锋锐之意。若能寻到他踪迹，定要替他首级回不死火山。白泽缓缓点头，对此事倒不是很了解，只是隐隐听过传闻。金鹏又忍不住问：为何不在洞内帮水神大人？咱还不明白啊？水神大人现在可不比从前，道祖亲封大劫执掌者，背后就是太清圣人老爷与道祖老爷两座大靠山。截教这是着急了，懂不懂啊？金鹏仔细思索，禁不住露出几分笑意。哈哈，云霄仙子算是我见过最能配得上老师之睿智的仙子，这也是一件好事。白泽却叹了一口气，打量起各处阵法，传声回道：水神原本应该是想在大劫中全力护住云霄仙子，之后再与云霄仙子正式确立道理关系，这是水神的担当，也是水神习惯的稳。但云霄仙子应该是感受到了大劫带来的压力，不想继续拖延下去了。此时想必两人在那互诉中，白泽突然皱了一下眉头，看着这一座山上的一块青石，以及那青石上正轻轻闪耀光芒的道纹印记。白泽向前走出几步，仔细端详，道心突然开始颤动，面色变得有些凝重。白先生，又怎么了？此地洞府还有生灵居住，那是在混沌海中确定位置的特殊标记。对方激活了这般标记，已在赶来的路上。白泽话语落下，金鹏却像是突然见到了什么，双目瞪圆，喉结上下颤动。那外围的混沌海中，一道无比巨大又无法判断到底有多大的阴影，正在极快地在侧旁划过。与此同时，空旷的碧游宫主殿中，通天教主斜靠在白玉阶梯上，面前的3把宝剑搭了一个正三角形，其内显露着清晰的画面，放送着截教多个道场的情形。多宝道人在侧旁打坐，此时睁开双眼。师尊，您给云霄师妹和长庚师弟到底安排了哪般宝物啊？宝物？通天教主闻言顿时笑眯了眼。什么宝物能比得上两人共同经历一些艰难险阻留下的珍贵回忆？您不是在混沌海中找了个密地，让云霄师妹和长庚师弟亲近用？为师何时告诉过你这些了？长庚还未给为师敬茶，大师兄也没准许此事，更没热热闹闹操办一番，怎么就让云霄嫁过去？你莫非以为为师在用云霄拉拢长庚？那师尊，那里到底是什么地儿啊？也没什么，不过是鲲鹏一处的落脚地，不必担心。鲲鹏重伤在身，一时无法痊愈，也就是跑得快些，已非云霄对手，为师更可随时凭现仙剑挪过去。两人经历此磨难，想必能携手共进，深知彼此之重要。多宝道人满头的黑线。翻翻自己的宝库吧，看看有没有能护住膝盖的灵宝。通天教主突然想到了一点什么，皱眉看向多宝。你该不会对云霄多说了些什么吧？弟子劝他，让他莫要留遗憾。
通天教主脸一黑，只能够仰头长叹，突然有一种老父亲的沧桑之感。剑指一点，通天教主面前的三角框中呈现出一幅有些模糊的画面，画面中一男一女的身影只有隐隐的轮廓，此时正面对面，相隔不过2尺，似乎在说着什么。通天教主剑指画了一个简单的剑元符箓，3把宝剑颤鸣，倒是传来了异常清晰的对话声。抱歉，你本是云上的仙子，我却执意将你拉入凡尘。是我自己要落下的。云霄。轻唤声中，十指交扣，2道身影渐渐凑近。通天教主一手遮眼，旁边的多宝道人满脸的尴尬，低头不去多看。1尺、5寸、3寸，2道身影离着越来越近，已经是各自闭上双眼，屏住呼吸。虽然画面模糊，但依然能看到云霄仙子那因紧张而攥起的纤手，能够看清李长寿此时倒去的紧绷程度。2寸，1寸，画面突然震颤，诛仙剑、戮仙剑、绝仙剑同时爆发出剧烈的嗡鸣。通天教主坐起身来，看向画面的左侧边缘，那里一只漆黑的山炉撞开山壁，冷漠且带着愤怒的巨大双眸凝视着有些渺小的李长寿与云霄。那金翅大鹏鸟和白泽的身影狼狈后飞，似是被这巨大的头颅直接撞到了洞内。